有一种会跟着你的味道，跟有一种本身就存在这个地方的味道，你能分辨得出来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钱总天地台，我们继续来聊聊鬼魂的味道。上一集我讲述了我亲身闻到过的鬼魂的味道，这一集比较特别哦，是别人闻到的味道，家里出现了散不掉的味道。这里有2则故事，虽然有点相同，但都不是我亲身经历的，可是都与我有关，所以我把它记录下来。第一则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租屋的房客发生的，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经营面店，我们家有一间独立的小套房，因为前房客觉得他们的空间太小，加上后来也生了小孩，小孩也长大了一点，所以他们就买了比较大的新房而搬离了。后来透过租房网有找到一位新的房客，然后呢跟这个新房客签约了，收好了押金之后，交给他钥匙，让他可以自行入住。在这之前，包括我们一起看房的时候呢，都没有任何的异状。本来以为都没有问题了哦。这位新房客是个男生，那天是他刚搬进来的当天，在搬好后，他传了赖的简讯给我。说真的，当下我看到是非常傻眼的。他说他搬进来以后有一股很重的臭酸味，他的家人在帮忙他搬家的时候也有闻到。他尝试的将窗户打开，但那股酸味仍在。用了空气清净机、电扇及冷气，那股酸味都无法消散。他说他搬进来了几个小时，但酸味一直都在，没有办法，他才会联络我。他问我如果一直这样有味道，是否能够退租。我说从来没有租客反映过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就先用 LINE 询问了前房客，看看他们以前是否也有发生过。联络了前房客，他跟我说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耶。我还记得那天是我休假日的星期日的晚上，我正在一间小火锅店用餐，我只好跟新房客说等我吃饱以后我过去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样的味道好了。因为前房客说他们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当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。但是事情发生了，就是要解决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也要帮忙处理。所以我才觉得吃饱以后，我要过去看看。但就在我们用 LINE 联络好了以后，我吃饱要过去看之前，新房客又用 LINE 敲了我。他说很奇怪耶，跟你讲完之后，那股味道就突然消散了。你可以不用过来了。但我还是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要过去看一下。由于距离不远，所以我就走路了过去。后来到了房间后，说真的一点他形容的味道都没有。我本来想的是不是因为床垫的问题，毕竟用了有一点点时间。但前房客跟我说他们住的时候是有买一个泡棉垫在上面，所以床垫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接触到。新房客也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但他在还没联络我之前真的味道很重，他戴口罩都阻挡不了那股酸味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说要来之后味道就不见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味道不见吗？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也让我知道一下哦。离开后我自己的感觉，当下的确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状况，由于我必须要去解决，所以这个状况就消失离开了。
但是这个味道应该是跟着它来的，而并非是原来就存在的。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，我相信正能量是能够改变一些负能量的。关于那股酸味是什么，我并没有办法知道。我只希望房客能够顺利安稳的在此居住。这对于同样也是租房的我而言，也许就是最大的期望吧。同样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我另外一个朋友身上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常常搬家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环境、租金都很不错的地方，本来以为他可以好好的住一阵子了，但某一天他也用赖敲我，他跟我说他目前的状况。他说他新住的这边住了一阵子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里总有一股像腌菜的味道。我想他形容的那个味道应该也是酸味吧。他在想啊，是不是邻居的垃圾有时候放在走廊造成的，所以他请邻居不要将垃圾放到走廊，直接丢去楼下的垃圾集中区后，还是没有改善。他的家里面还是有这样的味道。他跟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办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的。我跟他说，你可以在家里面念个经试试。由于有过之前的经验，我大概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我只好跟他说，如果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的话，那么我去你家看看。他那时候租的房子在北投，地理位置还真的蛮不错的，周边生活机能也很强，离他工作的地方也很近。他后来真的试过了很多的方法，比如说买艾草来熏啊，喷香水、点精油之类的，但这状况时有时没有，后来都没有改善。他跟我提了好几次这样的问题，那身为好朋友，只好找一天去他家看看。但这次我说我要去看，这个味道并没有消失哦，所以不是每次我讲就能够解决的。就这样，我就找了一天他下班的时间去找他，我们一起去了他家，然后呢，就真的没有半点奇怪的味道啊。我朋友也觉得很神奇，为什么我来后味道就消失了？我也想问问为什么味道会消失，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在朋友家待了一段时间，也帮他念了个经，后来呢，真的没有闻到什么样的味道，所以我就离开了。我知道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本领，我只是去的时候刚好味道不在家而已。后来这个朋友呢，还是有闻到那股味道，他觉得呢是那间房子不通风，而且呢也没有阳光能够照进屋子来的感觉，所以他为了自己好，他后来又忍痛了搬了家，换到一个采光跟通风比较好的地方，之后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了。我自己觉得那是一种本身就存在那个地方的味道，也许是某种执念吧。我没有办法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觉得如果能够修行一种保护自己的能量是很重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修行的原因。选择修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保护亲朋好友的一种能力，可以用来帮助别人，存德行，对社会传递善念，累积了福德，以后都能够用得到。对于人的因果，我没有办法参通，但我知道要化解因果有个方法，那就是培功立德。如何培功立德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。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可以订阅我，帮我按个赞。那么我们下次影片见咯。